这一场情敌合奏竟然把蓝启仁活活气醒，又活活气晕了过去，可见难听到什么程度。魏无羡毫无羞愧之意地想，难听归难听，有效果就行。蓝启仁听着魏无羡的心声，气得吹胡子瞪眼。待听到蓝思追那一番扎实的分析，蓝启仁的脸色才见好转，心道：蓝家终于出来一个不用我操心的后辈了。旋即赞赏似的看了一眼身后的蓝思追，蓝思追羞赧的挠挠头，温情在一边赞赏道：我们家阿苑真优秀。温宁忙不迭地跟着说道：对啊，阿苑让蓝公子教得很好。蓝忘机看他一眼，对朱明门生道：安置好舒服。魏无羡喜滋滋的大声道：好好好，终于可以下山私奔了。众人跟随画面上的蓝氏子弟一齐面露惨不忍睹之色。蓝启仁这次倒是没有气得抽搐，毕竟再气几次都怕自己会交代在这，只能恨气不争地看了眼自己的得意弟子。忘机呀忘机，你说你这么优秀，怎么就非看上这么一个不成体统的人？真是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魏无羡晚上雷打不动地往蓝忘机床上爬，指望蓝忘机被恶心的受不了了，赶紧的一剑把自己劈走。可任他东西南北风，蓝忘机自岿然不动。以前撩他还知道骚，还骚得怪好玩，可如今非但八风不动，还学会反击了，真是岂有此理。蓝忘机看着画面中那丑态百出的魏无羡，不免想：天天还不够。他们来到清河的一座小城，江湖郎中向过往行人都说一些小玩意儿。随后众人看到魏无羡竟不知廉耻，众目睽睽之下，把手伸进了韩光君的怀里掏钱袋。而蓝忘机二话不说，任他拿任他走。众人皆叹蓝忘机当真是宠他宠得厉害。不止画面外的众人们感叹，画面中的魏无羡犹自惊疑。若不是他自问对蓝忘机的品行和洁身自好有那么一点了解，韩光君的名声又一向好的吓人，他几乎要怀疑蓝忘机和莫玄羽之间是不是有过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了。否则为什么他都做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忍？众人心中咆哮：废话，要不是因为你是魏无羡，韩光君能这么认你宠你？这要是换成别人，别说这么放肆了，韩光君岂能让他近身？夷陵老祖5文1章10文3章。金陵一听这熟悉的吆喝，顿感不妙，怕是那跋扈蛮横的自己又该出场了。众人看着符篆上那青面獠牙的壮汉，一阵哭笑不得。夷陵老祖这名号，这些年已经被传成牛鬼蛇神的面目了。那郎中见来人非富即贵，当即没了脾气，又觉不甘，弱弱地道：你为什么踢我？金陵冷冷地道：踢你？敢在我面前提魏无羡这3个字的人，我不杀他，他就该跪下感恩戴德了，你还当街鬼吼鬼叫，找死！金陵现在没别的想法，只想窜进画里把当时的自己掐死，好阻止他继续大放厥词。江厌离多少明白了，看来自己的死直接推成是魏无羡做的了。阿玲这孩子当时还只是个婴孩，这些年多数也是听信了传闻，不怪他如今恨阿羡。江厌离怜惜地抚了抚金陵的头发，这孩子从小失了父母，对魏无羡的恨意更是根深蒂固，身边只有那个自己还跟个孩子似的弟弟陪着他，也难怪会如此飞扬跋扈。金陵如今已成年，又贵为金家的宗主，这样众目睽睽之下被母亲当个孩子一样的疼惜，多少是有些落面子。可金陵不想管，他就是想尝一尝这自小就渴望的滋味。他微眯着眼，很孩子气的晃晃头，主动贴近江厌离的手。这孩子的性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脾气大，戾气重，骄纵任性，目中无人，把他舅舅和父亲的坏处学了个透，母亲的好处却是没学到半点。我要是不敲打他，将来迟早要吃大亏。被点名的金子轩和江澄脸瞬间就黑了。江澄阴恻恻地想：脾气大，戾气重。金子轩咬牙切齿地想：骄纵任性，目中无人。俩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目光逐渐森冷，心道：魏无羡，你最好一直在外边待着，你要是敢进来，我掐不死你。远在静室里睡觉的魏无羡微微打了个寒战，不自觉地提了提快掉落的被子，安然入睡。江厌离看着原先不对盘的俩人，此时竟站在同一战线，一阵无奈。说来惭愧，所向披靡的夷陵老祖却其实见狗急走。魏无羡几乎魂飞魄散，
眼中忽见一道白影，忙撕心裂肺的叫：“蓝湛救我！”金陵一见蓝忘机，大惊失色。魏无羡恨不得整个人顺着他这根身长玉立的杆子往上爬，爬上天才好。蓝忘机整个人都僵住了，趁此机会，金陵携着他的黑棕灵犬落荒而逃。众人惬意地看着这场闹剧，见识惯了魏无羡那搔首弄姿，或是顽劣跳脱，或是风流倜傥的模样，几时见过他仓皇而逃的画面啊？众人感到大饱眼福。待听到行路岭、吃人堡这些字眼的时候，聂怀桑心头突突直跳，仿佛已经知道了下面的内容，不免有些心慌慌。看着自己大哥若有所思的样子，聂怀桑怕秘密抖出来后，他大哥会不会一巴掌抽死他？不过事已至此，看来这个秘密在书中是藏不住了。想想，就连魏无羡这个邪魔歪道的鼻祖都重归于世，并且与仙门百家握手言和，那他家祖坟这点程度的，应该不至于引起多大轰动。况且现在聂家已非当初可比。魏无羡笑嘻嘻道：“那行路岭还在清河境内吧？清河不是聂家的地界吗？若真有吃人的怪物在行路岭出没，他们就坐视不理。”郎中露出一点轻蔑的神色：“聂家若是当年的聂家，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了。这种传闻传出的第二天，就能雷厉风行的把那妖邪出没的地方抄了。可如今聂家的家主，嘿嘿，不是那位一问三不知吗？”聂明觉想到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弟弟那不成才的样子，自己走了，聂家的家主之位理所应当落在他头上，而他又性情不争，只知书画折扇、拨花弄草，自是无心亦无能打理家族之事，也难怪旁人提起聂家都是一派轻蔑之色。聂明觉怒火中烧，举掌意欲一掌打死这个不争气的弟弟。讲这一段的时候，聂怀桑自知自己的表现丢人，眼角余光一直盯着自己的大哥。果不出所料，聂明觉真的想拍死他。他急忙逃窜，口里还哆哆嗦嗦的求饶：“大哥，我错了。”聂明觉看他当众猴窜，更是怒不可遏，厉声喊道：“你这不争气的，给我老实坐回来！”聂怀桑自知失礼，折扇半遮面，扫视全场，看到众人都用看好戏的目光看着自己这边，尴尬的干咳几声，转身又偷偷瞄向聂明觉。在聂明觉威严的眼神下，聂怀桑终究是坐回去了。江澄说话了：“赤峰尊大可不必生气，如今的聂家……”顿了下，眼睛淡漠地扫过吓得跟只受了惊的小猫似的聂怀桑，不知想到了什么事，讥讽一笑道：“在这位聂家主的带领下，与书中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聂明觉似是没想到江澄会和他搭话，诧异道：“哦，江宗主此言何意？”江澄道：“你且看着吧。”画面并没有因为这场闹剧而停息。到了吃人堡，众人很欢喜地看着贱狗怂与狗贱怂一路拉拉扯扯、磕磕绊绊，被一条狗引进了吃人堡内。魏无羡道：“好场！石堡内死寂无声，可在魏无羡耳中，此刻的他们却已置身于一片嘈杂之中。”薛阳这个修轨道的后生小辈笑嘻嘻地说道：“看来这石堡里邪祟不少呢。”他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众人，魏无羡乃是修轨道出身，常与邪祟恶灵打交道。韩光俊不觉有异，可夷陵老祖却能感觉到，只能是说明此处尽是邪灵恶鬼之物。金陵看着这石堡，他只觉得他当初在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无奈他没有当时的记忆，只记得醒过来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魏无羡。聂明觉自打看到这个石堡出现在书中的时候，就知道瞒不住了，眉头微锁，这是抖落出来，不知是喜是忧。风邪盘的指针开始疯狂地转动起来，魏无羡心中不祥阴影越来越浓，出声喊道：“金陵！”金陵看着画面中的魏无羡这么紧张地寻找自己，多少有点感动。而江澄却将目光冷冷地戳到金陵身上，金陵顿时有点怂，眼神斜飞乱瞟，就是不敢瞅他舅舅，心中暗道：这件事一直瞒着舅舅呢，这下可好，该死的破说。画中的望羡二人掀开一口棺木，众人以为会在那里看到遇难的金陵，可没想到那里面竟然只藏了一把长刀。长刀这样的武器，仙门百家只有聂家用之。众人不约而同看向在场的聂家前后二位宗主，两位脸色都算不上好。也是，这一看就知个大概，先祖祭祀之用的地方被人胡乱打开棺木，可以说是非常大不敬了。蓝忘机顿了顿，回身对聂家二位微微一礼，道：“事出有因，
失礼之处还望勿怪罪。没有人回话。聂明觉脸色阴郁的不知在想些什么，而聂怀桑是怂的没敢说什么，毕竟自己已经把家族秘闻都告诉韩光君了。看这情况，随后都会通过这本书公诸于世。我对不起聂家的列祖列宗啊！蓝忘机将古琴横置在棺木上，扬手，一串弦音从指尖流泻而出。忽然，琴弦一震，自发弹出了一个音。魏无羡道：“问莲。”金陵面色怪异的看着画面上的情形，他完全没有印象